OK， 好OK 哦，那大家好，我们准备要开始今天晚上的直播了，这样子。对，好，那么主角再等一下啊，他现在在为我们家闪闪吃饭这样子。对，可以再靠近一下。对，可以坐中间一起。OK， 好，我就一边喂他吃饭了。对，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直播了哈。大家好，我是47。嗨，我是文文。对啊，我们是我太太生病了。我太太生病了。对 ，OK， 好，那今天好，不要太靠近他，就是对，刚刚飞走。好，对，那陆陆续续我们会有人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啊，就是跟我们讨论了，就会针对是开学第2周，心情好忧郁。对，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2个礼拜，我想，不仅是成人啦，那其实在面对到新的环境、那新的状况改变的时候，对，那开始应该慢慢的会浮现出一些忧郁的状况。忧郁症状况，所以想说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这样子，我希望能够也分享一些我们过往的一些，不管是我在学校的经验，对，那或者是文文自己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关于忧郁的部分。对，好，文文你的脸怎么了？我是不小心跌倒，然后擦挫伤。对，擦挫伤。你这样不小心跌倒，人家会觉得会不会是我在家暴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打113。没有啦，是真的自己跌倒，然后不小心擦挫伤。对，就是他有贴几个 OK 绷这样子。对，不是家暴哦，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对，好，那如果说观众们有自己目前当中，你有那边开学后，对你自己或者是家里的小孩或者是学生，有面对到一些可能感觉到忧郁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对，你觉得自己有个状况，你也可以打在留言区，那我们待会也会针对这些问题当中做一些回应，这样子。回应哈。那我们想要就是先来问一下文啊，你以前你现在脱离学生时代多久了？应该已经20年了吧？20年了这样子。对，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以前的时候，在面对刚开学的时候，对，你会有这种心情不好的状况吗？其实我是该怎么说，我其实我是面对什么开学还是什么或是课业，我是比较没有压力，因为我不太会读书。所以呢就是有时候上课几乎都在睡觉或者是放空这样。但因为当时呢就是在学生实习，那时候是我还蛮活泼的，所以就会遭到很多很奇怪的莫名的被霸凌啦。真的哦，太活泼被霸凌。对，太活泼被霸凌，可能例如说大家会觉得我笑很大声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跟男生玩的比较，跟男生互动比较好这样子。然后呢就会有很多女生来攻击我，然后就每次都会时不时会邀约我去后面厕所聊一聊这样。但其实一开始我真的会害怕，我就想说我很怕被揍还是被怎么样这样子，因为会有什么大街头啊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国中时期都通常会有霸凌的现象这样。那跟之前那个黑暗荣耀是不是很像啊？对，有一点。对，就是大致上是这样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的我其实就开始收敛我自己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发现，其实我国中还是没有发现啊，我是国中的时候3年我都没发现说自己的个性是不是太外向，或者是太就是跟男生的互动太多，导致别人女生不喜欢我，所以才被霸凌。之前真的都不知道。可是那时候我只要要去上学，我每天心情都很差。这样子不是
不是课业带给我差，而是被霸凌很差这样子。是因为不想看到那些同学啊？因为每天都会被欺负啦。啊，真的，其实有到被欺负的状态。对啊，他们都会在黑板上面写，就是某某某大贱人之类的，这样蛮侮辱人的。就是我的名字都会写在黑板上这样子。哎呦啊，那你那个时候你在就是是白板黑板？黑板啊，以前国是黑板嘛。那你在黑板上看到这些你的字眼出现在上面，你的想法是什么？一开始会很难过，但最后就是假装看不到这样子，然后都一直咒骂那个人，心里面在就心里都会咒骂这样子。那还好都有值日生啊，因为上课就要被擦掉，所以我就无所谓了啦，这样子。对对，那就久而久之，其实也有点麻痹。那但最后就是有一些，就是开始就会有一些真的还是会有一些心情上的变化，就是我也会想要去攻击那个人，真的，对，会想要攻击，可是呢，攻击不了，因为别人的那个人很多，但是因为你知道被霸凌者永远都只有一个人，然后其他的人也不会来说帮忙你或什么的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我随身就会携带一把小刀。OK，所以你带这个小刀的目的是为了做什么？自我防卫。怕别人来攻击你这样子？对，怕别人来扇我巴掌的时候，我可以防卫一下这样子。我到那时候已经到有很有偏激的一个心态了啦，这样子。然后呢？你怎么没有想说要去找老师啊？没有想要去找老师，是因为我也不想要把这种事情放大，而且重点是又没证据。也不知道是谁，那也许是全班，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带头。反正呢，就是你知道，如果真的是要跟老师讲话，大部分应该是全班的啦，就要讲说全班都霸凌我了啦，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在霸凌的时期，的确是每天就是都很不开心这样子。是，对。然后我真的，然后就那时候如果不开心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开始划伤自己这样。这可以说可以啊，就是提一下，因为今天我们毕竟今天要提这个这些忧郁的状况这样子，那的确会有哪一些反应出来，对，我们就很实际的来说，所以当时你会划伤自己，对，划伤自己，然后就会发现啊，划伤自己，突然间觉得好爽快哦，因为就是那个痛感就会让你觉得说，至少你还活着这样子。其实很小，就是我这个行为，其实在国中、高中就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国中的时候比较开朗，也会有吗？国中开朗的时候也有，因为真的是被欺负到，就是你没办法开朗。但是我那时候都还找不到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就只能就是憋住，就是不能展现自己。但还好，就是我还是在同班，还是有很好的朋友。对，所以其实就是那几个朋友，他们都还是可以，让我每天都期待去学校。但是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被欺负。那他们能够帮助我的也很有限，这样子。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会想要就是做一些就是攻击别人或划伤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因为我觉得攻击别人还是很恐怖啦，因为我不晓得怎么收，就是如果真划伤人，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只能划伤自己这样子，然后就会情绪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再来就是说，就是会有那种示威的感觉，就是说我自己可以划伤我自己哦，所以我也会划伤你哦，这样子，这种情绪跟感觉这样子，对。OK， 那待会就关于这个划伤的这部分，我们待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那今天就是主要会让你感到在开学之后，在学生时期会感到忧郁的，会感到不想面对，可能来自于这些霸凌的这些欺负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啦，人际关系的问题哦。那有一些人可能是在这个
课业上的压力啊，或者是情境的转换，从家里面到学校啊，对，或者是可能学校当中可能要面临到升学考试，就很多不同的。你觉得当时候，就是像你如果说去进到学校的时候，准备要进到这个环境，进到这个班级，进到这个班级，你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是软腿的状态，因为他没办法踏进那个教室，可是还是逼不得已啦，还是得进去教室里面，所以就是就乖乖的，然后这样就低头，然后不要跟别人对视这样子。是，对对，其实一开始国一的时候就还是很开朗，然后到国二的时候就开始被女生找茬，就说你怎么跟我喜欢的人靠那么近什么之类，但是其实就是只是纯说话而已，没有任何的。就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亲密接触，对，都没有嘛，就是国中而已，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东西这样子？对，然后到国三的时候就真的就真的就是国二开始有变化，然后国三就整个自闭，然后甚至就很收敛这样真的对，你已经有到自闭的这个状态，对，所以你好像对你来说放暑假这件事情是比较轻松的，非常开心这样子。开心的原因。开心的原因就是都在家，然后不会被欺负啊。然后到学校反而是一种压力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的课业应该怎么说？我的课业是在中等啊，其实也没有很差啦。但是我妈也不会给我压力，所以呢，我觉得还好。但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年代其实真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知道什么叫忧郁，对，就是真的就只是就是该考试就考试，然后该上学就上学，然后也都不会因为什么事情，然后就说请假，然后我们不上课这样。就我们那时候的年代是这样嘛，对不对？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其实很多人其实是蛮难踏进校园的。就是可能刚开学，或者是可能小六升国一，就是说这个状况这种环境的改变，其实是很多人在这个第一步就跨不进去，所以他可能演变到后来就处在一个拒学的状态。对，其实最近的一些新闻会有提到说，关于拒学的可能原因跟理由啦，原因可能它有非常多种。对，那可能我们在心情绪上面其实是不容易跨过那个阶段的。没错。对，那像你在之前当中，就是你有提到说你腿软，就是走到教室的真是腿软这件事情。那你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克服那个腿软的？老师来了你就要进去啦。所以你其实你走到门口了。对啊，就是老师来就是要进去啊，而且。其实以前我们真的都不知道什么要去找什么辅导老师可以辅导心理还是什么之类，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只能乖乖就是进去上课，就这样子而已，就没有其他的。所以其实不是以前没有忧郁，而是一直以来都有，但是因为随着意识的被提升，所以大家知道说我有一些状况是可以提出来的。对，提出来的。对，那你自己当中就是在从家里面。就是比如说这要开学了，从家里面到学校的那一步，就是一开始要出门就要坐公车嘛，那时候。对，我说你刚就是准备要出门这件事，的时候，你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会很困难吗？其实不会，只是就比较会迟到啦，因为毕竟不喜欢去学校嘛。然后就是心态上就会想要睡过头，故意睡过头，就是会。想说算了，晚一点到也没关系，反正也是早自习，老师又不在，然后就很容易又被欺负，所以尽量就是选择大概7点，人家可能7点半就要到，但是我就7点50分才到。那这样子，那个人家就是老师不是也会责怪你迟到，那让更多人不是都看到？是没错，但是至少不会就是不会提早被人家欺负嘛？不会在学校多待那20分钟。对，那个就是我小确幸。OK， 所以其实，然后因为就是常常迟到，还被老师记过，然后我没有办法说出口原因，我自己也没有想说就是因为被霸凌，这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被霸凌这种东西，只是觉得说好像被人家欺负，所以我没有特别跟老师讲。OK， 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在探讨的第一个段落就是
从面对到新的开学环境的时候，对，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压力，这个前端当中这个心情上面的那个变化尤其是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有忧郁症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同学他在这个情绪上面是比较低落的，起伏不定的，会有一些状况，而且9月常常又是比较阴晴不定的时候，对，秋天的时间，所以其实更容易忧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下，如果说今天观众你们自己或者是同学或者是老师也有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种面对开学会很忧郁的状况，你也可以写在留言区。对，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一些经验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老师的时候，我就记得，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国中部跟高中部，对，那从小学然后升到国中之后，就会有一些学生他是进不了教室的，甚至是爸爸妈妈把他载到学校门口，把他载来了，但是他就是不下车，他就是腿软的状态。对对对，没错，对，就是说跟你刚刚那样子的很像腿软的情况，就是怎样都不下车。那对于上学这件事情相当的恐惧，对，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在恐惧什么，没错，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人际的啦，有些是功课。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开学第一天，那同学都不认识，那也还没有老师也还没有开始骂人这样子，对，就是说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走不出去就是说可能就关在家里面，那就会有类似像这种情况出现啦。以你的角度，因为其实现在蛮多人都会有一些这种忧郁的特质你就以你的角度你来分析一下他们心理的状态可能是什么，尤其是学生的时候。因为其实我觉得待在家就是待在家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家就是避风港嘛，那家里也很安全然后也不太会有什么欺负，或者是甚至于就是暑假可能真的有很多学生他们真的是全家人都会出国去玩的。那出国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出国去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很多的不用负责任的东西，就是或者是就所有的行程都是爸爸妈妈规划的，然后你就是只要放空，然后去玩，然后或者是甚至可能暑假的时候会有那种游学的那一种那你就是放心的，只是去外国，那刚好国外的人也不认识你，然后又可能学校是大家互不认识，然后学习好坏也不会太在意什么这样子。那回国的时候就会开始要面对到课业压力，然后成绩一定要第几名，然后甚至校排多少，这个他就可能一回台湾开始马上这些东西就会涌上心头。所以说其实可能原本从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回到比较常规的状态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比较紧张的一些压力对，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这种压力来的时候，如果承担不了，似乎就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行为。对，没错，像你刚刚有提到会划伤自己，没错，对，那可能有些人他会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就是不同的这些不好的行为啦。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当你在划伤自己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是舒坦的。对，就是因为我其实像我们一般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家长，看到孩子如果说去对自己有一些伤害的时候，其实会很紧张。但是因为我们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一般的角度，所以我们来看待说那这件事情是紧张是不好的。对，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要选择想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去面对到自己的压力？那你大概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大概第一个就是因为其实画上自己不用对谁负责，我觉得对自己负责就好。所以这是一个很便利的方式对我来说但是大家就不要学这样子。那第二个我会选择就是我喜欢的绘图或者一些手做的东西，会让我觉得很舒压，然后我就会沉浸在里面。那第三个就是真的就是安静，然后就不说话了，就在教室，
然后就会选择，以前都会自己选择座位嘛，然后我都会选择那个边边角角的那种地方，这样，然后呢，当然希望大家都看不到我是最好，这样，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这样了。那像其实这样画伤这件事，它其实很痛啊。那为什么你觉得这种方式能够让你就是面对忧郁的时候，为什么想要选择这种行为？你说不用负责，对，那不用负责完之后，它会带给你什么好处吗？没有，就是画伤真的会很痛，然后痛的时候你就会就感觉你还是活着啦，就是你还是有活着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就是有伤口，那就就是红红的一片那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好舒压哦，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样子的。那这是有人教你的吗？没有那你怎么会第一次会去想到这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他们会模仿，会听这样子，只是说以前像你那时候也没有人跟你讲啊，以前没有。对，那你怎么会想到？突然间会觉得不知道，因为我就觉得说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但是就知道说，如果画伤的话，画伤别人太那个太恐怖了，但画伤自己就会比较好一点这样，然后真的就画伤了，然后可是那时候是很小的一小条，因为其实你要割，你也不能就是一次下去，其实没有你没有那勇气，对，因为会痛，所以呢，你就会一直画到有点出血的时候，你就说啊，终于好，那这样子这个过程你就觉得说，自己好像有一点出一口气，这样子，有出口气的感觉。所以其实画伤这一件事情，它其实是让你出一口气，让你感觉到活着的感觉。对，那你平常没有感觉到你活着吗？平常也是啊，但是在这种高压的状态之下，你更需要就是你更需要就是有我更需要有这样子的做法，然后才会让我觉得有活着，或甚至是会被在乎的感觉。真的哦。对啊，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以前小孩子都是这样说，你怎么有血这样子，可能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有人注意到你，然后甚至说可能我那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人家就会同情自己，对对对，然后呢就不要欺负我这样子，对。那后来效果怎么样？没有啊，没有效果，没有人看，就是因为画伤画太小了，所以很小到，然后看不到这样子，对对对。那你会主动把你的伤口给人家看吗？会，但是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们也就是你知道，就是也不是那一种，就是会制止说啊，那你不要这样做，但是我也没办法去给霸凌者看啊。对，就是可能给自己好朋友，所以可是好朋友会关心你这样子。对，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你就至少有朋友会关心我了，会这样子一点点的关心，这样就安慰这样子。那后来这种次数很频繁吗？这种次数嘛，其实一开始是还好啊，真的不会，因为很痛啦。对，那画伤的那个威力真的很多，因为是表皮嘛，表皮层面的问题，所以是很痛这样子，所以我也不敢画太深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样听下来啦，我们帮他做个归纳总结一下，就是当你在情绪忧郁的时候，就是面对到新环境的时候，其实会需要一些压力排解。对，那方法很多。那当时你选择的是一个不是这么好的方式，然后透过这个伤害自己的方式，但是这个伤害自己其实你是有意识的去控制它，这个伤害的程度，因为你就是要让自己有点发泄，有一点活着的感觉。好，那甚至能够用这种方式，能够让别人能够去感觉，就是关心你，对你有一些就是甚至可能会有歉意之类的。对，想用这种方式，只是好像没有得到太多的效果。对，没有错。那其实一开始我真的就是一开始我的
因为被霸凌的时候，你心情都不愉快，所以你也没办法融入在课程当中。所以很容易就是你知道这个成绩就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大概都落在中间，就有一次我居然考试居然变倒数第2名，就蛮惊讶，我自己也有点吓一跳，想说天啊，我怎么是倒数第2名这样？然后结果之后呢，之后才知道说啊，原来是因为我上课都不认真听课，因为心情很乱，然后我就是一直在画画这样子，就是可能是老师在讲解国文的时候，我就旁边就画插画之类的，就是一直画这样子，对对对，然后画到最后真的也好像有点就是没办法，就是我的情绪还是处在那个很紧绷的状态，所以才开始去想到说，就是画上自己画可能会引人注意这样子，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有同学他的，比如成绩啊，突然之间掉下来，对，这个可能是一个讯号。对，可能是个讯号。那今天如果说一直都在后面就算了。对。可是我们是有一个程度，它突然掉下来。虽然我成绩也不是很好，但是就是突然间就是掉了很夸张这样子，对，就是很突然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发现的象征。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说看到有一些小伤口，那他可能也是在发出一些求救的讯号，对，希望别人可以来关心你，关心你。然后在面对到说，面对要去学校这件事情，对，那心情常迟到的那种人也是，对，或许他也有可能这些都会是一些讯号出来，没错。对，那现在想问呢，你发出这样的讯号，你发出这样的讯号之后，你期待外人呢可以怎么样去关心你，或者是怎么样对待你？但就是和平对待啊，不要再就欺负我这样，不要再霸凌我，然后不要再就是骂我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都是难听的话。这个是加害者这样，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不一定是别人的霸凌，他可能来自说啊，我今天就是学校比如说功课压力太大，对，或者是我现在要去学校了，我新同学不太认识，之类的。好，那像如果说别人，那如果说今天老师看到了这些状况，发现到你了，发现到你希望老师可以怎么样协助吗？对，或者说你有没有希望老师可以怎么样跟你互动吗？通常会，其实如果真的有老师主动来找我，我相信我一定会坦诚的跟老师说，然后可能就会大哭一场这样子，然后就好好的讲述自己的委屈啦，因为我觉得可是说实在，当下我真的也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有时候你自己心情很乱的时候，或是被人家欺负，或是你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其实你也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忧郁。对，这种事情是很难跟老师说。那真的要是察觉好一段时间，你才知道说，原来我是被，可能我考试考不好，或者我被霸凌的时候，我才会，如果有人来问，对，才知道这样子。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那时候自己没办法观察，没办法理解自己在发生什么事情，就很莫名其妙这样。所以说，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状态，就是说啊，我现在觉得好忧郁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你有过这种，就是现在也会有这种状况吗？现在不会啦，现在不会了，现在比较不会。以前会这样子，以前会。以前大概是像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突然之间你觉得好忧郁、好难、好沮丧，可是不知道原因的那种时候吗？以前有啊，就是常常一起床就是整个就是情绪很低落，但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也没有来由的。对啊，就是这种情绪是没来由的啦。那他会因为说啊，我今天知道说我可能要，比如我要去上班了，或者是我要去这个学校了，所以知道说这些原因，所以面对忧郁这个状况，我们会比较容易发现。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人呢，因为不见得就是有些人还是没有病识感啊。对啊，但是像我
我的身体会告诉我你要迟到，你知道吗？是大脑跟身体是没有办法连接，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说，怎么我每天都想迟到，可是我却没有想到说原来是被霸凌。其实你想说我也不想要准时到学校，对，但是你不知道原因，对，不知道原因。那或者说我今天我面对我就是不想念书，或者是我不想要到学校去，这些你会有一些后续的反应，但是你不太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对，就是真的是这样，就很莫名其妙这样子。但是它很有可能是一些累积过程啊。对，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之前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没有意识到。对，意识到这样子后，那也就是说这些状况，就我会刚才这样聊啊，陪我们这样探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知道自己的正在做什么，对不对？就是说可能会觉得心情很低落的样子，低落。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能够去发现，发现，然后做一个关心的动作，其实是对你们来说会是蛮好的鼓励。对，那时候就会突然间觉得让我觉得好温暖哦，这样。有没有你以前有没有类似，就是有人有主动发现你的沮丧、难过、忧郁的时候，然后你觉得很温暖的这个情况？同学啦，说说看好不好？就是我同学，我跟我很好的同学，他们知道就是我很会，就是很容易被霸凌，是也很会被霸凌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会保护我吧，就是像是说可能只要哪个班级的人要来攻击我，只要叫我去厕所的时候，我朋友们就是我同学们，他们可能会去外面就跟他们讲说这个就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然后甚至也有就是同学知道说我被叫到就是厕所后面的时候，然后赶快有人去报告老师这样子。那你的同学还蛮有正义感的啊，都是男生啊。然后因为男生保护你，所以又让你被女生霸凌这样子，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子。对，哇，就是很莫名啦。你现在是在偷偷讲自己很漂亮吗？没有，不是漂亮，我是觉得说，因为我的个性吧，就是很直接啊，对，比较以前的我是真的是很直接、很爽朗，然后就是真的笑很大声的那一种，很开心的那种笑。对，我们的笑它会有一种魔力，它会让人家听完之后就觉得也跟着开心真的很好笑这样。对，就是跟着一起开心起来。对，我一开始也是想说他怎么笑那么大声，然后就会让人家说，哎，这臭三八的。对，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大家就会开始注意，就女生就会觉得说，那个就是可能会就想，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爱就是引起人家注意的人，但是其实我当下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觉得我的行为就这个就是我纯粹的行为而已，对，这样子。但是因为这样一个行为，然后让别人看不爽，没错。然后所以说他后来呢，你就把这件事情隐藏起来了。对，我就因为其实到高中的时候就更严重说说看。因为高中的因为你知道国中被霸凌之后，你就会有阴影，对不对？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更严重这样子。那因为其实高中我是读商业类的，那所以其实商业类要学很多就是技术性的东西，例如说会计学，然后经济学，等等这类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课业上就整个就是又变深了，这样子，就跟国中又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在这方面就是比较这种技术性的那种方面呢，其实就是真的很要求成绩，那你就会压力就会很大。对，然后就压力大之后呢，你又发现一件事，就是跟班上的人几乎都处不合。不是我隐藏，就是其实应该是说，对，我隐藏了我的行为举止，但是我很需要朋友啊。对。可是，在那个霸凌的状况之下呢，你又不敢去交朋友。然后再来就是交了朋友，又发现别人都在讲你坏话，也不知道讲什么坏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高中的时候女生很多，所以大家心机都很重。很莫名，就是真的很莫名，就是没有办法一天就是
可以好好过日子这样，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高中的时候已经没有属于什么霸凌啊，被叫去厕所，就是高中已经属于是比较peace 的状态，可是到处就是讲人家坏话的女生这样子，对，然后搞到最后就是变成说，我就整个就封闭了，就整个完全就封闭，然后就没有任何社交，然后所以我们班的女生都叫我独行侠，就是可能去厕所啊，女生都会陪女生嘛，对不对？然后去去福利社，然后买东西啊，吃便当，大家都会坐在一起吃啊，然后聊天干嘛？可是我永远都是一个人。3年真的3年都一个人。然后我高中的时候是笑着毕业的。什么意思？就是很开心，我终于脱离了我们那个八卦群的那个女生组，这样女生学校这样子。其实也是有男生啦，可是真的男生比较少，因为是商科不是工科，所以是商科男生是比较少一点点的。对。但是呢，因为其实我也是跟班上的男生也是处比较好，因为男生不会讲人家八卦。对。对啦，就是好像相比起来，然后男生其实比较不会花那么多的这个心思。对，就是都直来直往那样。对，所以你说你是笑着毕业，是毕业那天非常开心。对，毕业那天非常开心，大家都哭一片，就只有我最开心这样子。然后就开心的，然后就回家这样子。因为毕业的时候应该都是很难过，我们毕业没错，分手怎么分开了这样什么之类的。但是对你来说，你是脱离苦海了。对，没错，我真的超开心的。OK。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其实去学校这个环境是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啊。对，压力的环境，所以因为这种环境的时候，要么就是封闭起来，不跟任何人讲话。那要不然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能够去抒压之类的。对，然后要先包括自己绘画啊、做手作啊之类的。那甚至可能有些比较不好的行为。对，当你发现你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点，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是就是很沮丧、很难过，或者是说很忧郁，就是说也找不到原因。那如果可以的话，当你感觉到自己怪怪的时候，由你来主动的跟老师说，老师，我觉得我怪怪的，这样会不会好些？可能会，因为如果说是真的啦，我坦白说，如果跟爸妈说，爸妈是应该会说你多想了。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多说一点的，为什么跟爸妈说？爸妈说，也就是说啊，你就是懒惰啦，你就是想太多，你就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会不想跟爸妈，就是国中时期跟高中时期才会呈现出叛逆的状态，因为觉得说啊，每次只要跟爸妈讲什么，爸妈就会说啊，你想那么多干嘛？那怎么可能？他就觉得说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子。以前我们那年代是这样。你有试着跟你爸妈讲过这种状况吗？我不敢。可是你也没试过，说不定爸爸妈妈也会给你一些比较好的回应啊。你怎么会觉得？但是我就是因为曾经也有但是我不是啊，我就是曾经也有提起过说，妈那个就是跟我妈聊啦，就是说，那个我觉得那个学校的同学都不是很友善这样子。然后呢，我妈就会去，当然一开始还会去理论，就是跟找说哪一个同学跟你不友善这样子。然后就我妈是反正还被洗脸回来这样子，就被人家就是怼回来这样。所以之后我就因为真的没有证据嘛，因为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录音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所以之后我就觉得说啊，算了，这种事情不要跟我妈说，好，这可以自己承担就自己承担这样。所以其实后你就选择自己承担的啦。没错。可是这样子在承担的过程里面当中，就是你是怎么样去撑过那一段这么有压力的时刻？因为那应该很辛苦，很难熬。就是3年，就国中3年、高中3年，真的超难熬的。但是因为你都还是要去上课啊。对。以前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反正还是得去嘛。然后得去，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我在高中之后呢，我就好像我的生命好像重生的感觉了。就是
开始变独立，我不再会像是说我需要朋友，我需要朋友，或者是我需要谁来开导我，我不需要。我的想法就是变成很独立性，就觉得说，反正他们会欺负我，是因为他们就是可能嫉妒，对，有可能。然后我只是任何就是我会安慰自己，所以开始去转念了。对，转念，然后那阵子也不太会画上自己了，就觉得说，反正那些人就是都只是讲讲而已，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多行动能力。那如果真有行动能力，我也可以保护我自己。所以你说你会突然变得比较坚强，变得比较独立的原因，是因为关键是你毕业了吗？因为被霸凌后的那种脱什么脱胎换骨吗？还是什么涅槃重生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在那时候啊，就是真的有，我觉得啊，就是真的有在这种忧郁的阶段，如果说你真的早发现，然后或者是不管是忧郁或者是那个任何创伤的时候，但是你创伤只要一过去，你的过程一过去之后呢，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就是会重活了。对，然后你的想法跟思维都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OK， 就是说你好像可能会更看透了说，这个事情，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样子。没错，所以你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对，那这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遇到了这种忧郁啊，比较创伤的过程，比较被霸凌这个过程，它就是可能是一条会经过的路，会经过的路，但是只要过去了。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好处，但是不管是你真的是忧郁，或者就是像世奇老师说的，就是开学的压力，然后就任何种种的，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辛苦过程，这些东西你只要一过关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你这样子坎坎坷坷的这样走过来，会比那种一路顺遂的走过来的那些人都还勇敢很多。所以等你将来之后，你如果说你真的出社会，你找工作，或者现在是在社会上的一些历练，你就都会有一些更好的那种路，就会比较不会一直受到创伤啦。就是你应该是这样说。其实你的抗压能力其实会变得蛮好的，因为可能过去一直被欺负的状态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是你现在就是一个心路历程。因为其实我们从高中之后就出来有工作了嘛，就开始工作。对，高中就出来工作，半工半读，然后再来就是读夜间部，因为早上要上班，晚上要工作。那其实到夜间部我还是很害怕交朋友，这件事超恐怖，因为我很怕说是不是又会跟国中高中以前一样这样。但没想到就是到夜间部大家都好欢乐，因为大家都是那个都是工作，已经都是工作者了，都已经没有那么的幼稚这样子，然后也不会管你说你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就是很不错的班级这样子。因为对，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学生时期啊，比较就是出现这种霸凌的状况当中，好像可能来自于说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比较不同。就是说你之所以会遇到霸凌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你跟别人比较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可能来自于什么？像刚刚文说的，他笑声很大声，对，那或者是说今天这个他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行为上面他比较特别一点点，但是这件事情他可能不跟常态是一样的。可是我就是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也是同样的表现，同样的就是自己的，只是就是我啊，那为什么我会那么突然间被人家霸凌那样子？对，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我也不是那一种弱势族群，我不是啊，我就是一个很健康的我，然后就笑声爽朗的我，可是我不是那一种，就好像就是像韩剧看到的那一种，就是人家出身卑微，然后就都被欺负，我也不是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奇怪，因为不同啦，所以说有时候在学生时期当中，的确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集结起来，那可能就攻击你之类的。没错。但是其实真的出了社会之后，我们都知道，其实你需要去找到
你的与众不同的点，你才可以在这个社会上更加生存。没错，所以好像在学校跟社会其实是一个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而且随着年纪比较越来越增大，好像这个霸凌的状况其实照理讲应该会越来越少了。对，没错，因为到就是夜二专的时候，我几乎没有什么被霸凌的，只是我不敢去踏出就是交朋友那一步，就是我只能黏一个朋友，就是那时候很害怕，所以我只会选一个朋友，然后跟他就是深交这样子，然后到了在进修的时候，在进修2季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就是保持一个，其实就变成说，希望可以跟朋友都保持一个距离，不要太亲密或怎么样这样。可是发现我好像想多，因为就是你知道，就是社会人士其实都不会在乎你是怎么样，他只在乎他的学业有没有有没有可不可以毕业，然后甚至工作上这个有没有对工作有没有帮助，就这样子而已。对，所以我可以说啊，就是因为你之所以会遇到霸凌状况，是因为你太优秀了，你可能太独特了，你可能在一些方面当中表现过人，所以以至于让那些人当中他觉得不舒服，所以他选择要来欺负你、霸凌你。可是我科也不是很好，但是因为你让那些男生都喜欢你啊。不是喜欢，真的不是喜欢，只是纯粹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像那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这样。是 OK。 好，有看到一个观众哦，就是谢谢哦，小孩在108课纲的时候追踪我呢，的确是后来现在要来关心的忧郁的议题，所以有些分享。对，好，谢谢。我们的确是对于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很想要多分享就是做一些协助这样子，可以让大家的心理会更建设上会更健康一点，不会觉得说那个病一直都存在这样。对，因为或许很多时候是可能来自于过去的一些经验啊，好像学校的经验。那像刚刚他有提到说他好像就是在中学时期的时候就很容易会被，其实我国小的时候就很容易被霸凌，我国小的时候都是女生在欺负我，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体质，对不对？就是一直很奇怪，我就觉得很莫名。国小的时候，其实幼稚园也是，就是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在幼稚园还会画线，就是叫我不能超过，还是超过我就揍我，有一次就被揍流鼻血。幼稚园的时候第一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就是被人家揍，然后流鼻血。回到家的时候，我跟我妈说：“妈，我被揍。”然后我妈说：“嘿，那有抠脸，就是怎么可能这样子？”然后呢，就这样过了，然后还被我妈骂说：“你就是爱跟人家打架，所以你才会被揍成这样。”所以你又被责备了，这样。对，所以从此之后我就算了，我就不想讲了。对 ，OK。所以说，其实好像那个第一次的反应，其实有时候会决定后面要不要对，后面要不要再继续？那因为我妈知道我很爱打架，所以她就想说，那一定是你打人家，人家才会打你。应该啦。对，那其实是我先打人，就那个人就从我的鼻子这样走过来。我觉得这个很好笑，是幼稚园的时候。OK， 好，我自己其实我不太有一些就是开学或不好的经验啊，或者是说被霸凌的经验，但是我得跟他讲，就是我国小、国中、高中，其实我没有朋友，我其实到现在我都没有所谓的知心的朋友，然后会需要去谈的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样？但你说我是独行侠吗？我其实不喜欢太多跟人家社交，我觉得私下社交这件事情就是很累，对，的确很累。那后来就是在学校里面当中，我就是想说，就是我也没有特别说需要去经营人际关系，就是说我的重点就是放在说那国中嘛，就是功课要顾好嘛，我们喜欢打篮球，把篮球打好那样子，就是说在一个项目上面，我们就追求我们要。那只是说追求人际关系这件事情，我其实没有花特别多的力气，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去
跟人家去交心谈带托的，就是我发生什么状况啊，聊天，就是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还蛮轻松的，蛮轻松的。那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所谓的班上霸凌的问题，或者是说别人不喜欢我，但是我其实觉得我自己大部分都处在一个人的状态，一个人状态。可是因为女生不一样，女生需要姐妹淘，女生就是比较属于群体小团体动物的人这样。所以说其实因为你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女生啊，可能一定会有一些人会有这个需求，对，那只是说像你会有这种小团体的这个需求，所以你会去扒着人家不放吗？就是扒着某些厉害的团体。其实我觉得以我的这个，应该说，其实我都不是最弱势的团体啦。就是我交的朋友，就其实都不是那个很弱势的那一种团体，我大概都是中上的。可是我在中上的当下，我还是很容易被欺负啊。就变成是我虽然是中上的团体，那些就是女生群，但是呢，我又容易是被其他人霸凌那一种。就是虽然你们那个团我们现在叫女王风团女王团这样子，只是你女王风啦，女王风对，女王风团，只是说你在女王风团里面，你可能是属于比较被欺负的那一个。对，所以说在这个状态，那个时候压力也很大的样子。很大啊，对，然后课业都没有人家好，就最落后那一个，别人都是前几名就被人家叫，就是我们那一群 group 都是被人家，就是老师就会说来前几名的都来这样子，然后我就是最后一名才去的那一个。OK， 所以说其实在面对到这些状况里面啊，就是说但我觉得我们今天谈到后来就有点谈到霸凌的问题啊，只是说的确霸凌它也的确会产生心情的忧郁这个状况。对，那我可以问，就是说像现在有一些学生，他们现在开学第2个礼拜了，那可能心情上真的很难调试，也不太愿意去学校，或者是面对到同学、老师、课业等等好多的压力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一些建议是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看待这种情况，然后去做一些调整的？其实我是蛮建议就是学生们啊，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也不想要，你真的也不想要去上课，然后你就是去找辅导老师，但辅导老师呢，你遇到他，你又不想要讲任何事，这时候我们就会很需要这个心情笔记，你不想讲没关系，但你写下来，然后你可以给人家看，就有点像是交换日记的概念，然后你大概可以让人家知道说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就真的是只是纯粹我不想讲话而已。不想讲，但是可以用写的。可以用写的。你觉得写笔记这件事情，它会对情绪就是忧郁的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觉得写情绪笔记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你自己的进步。对，就是说知道自己过去的情况，对，然后把它写下来这样。对啊，甚至你这课业上有很大问题，其实你也可以写，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就是突破不了那个关卡的时候，对，那其实都可以写这样子，然后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觉得我觉得应该要就是去问老师了，就是我这个课就是可能已经要考试了，那我这个我还是不会，那就真的可以去问老师，那表示你就进一步了，因为记录会看到自己进步的轨迹啊，对，就会看到其实我以前不敢跟老师讲，但是现在敢了，或者是情绪变好了，这样子。但是在什么情况或什么状况之下，你情绪突然变好，这个也可以写出来，这样子。就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情绪会变好或变坏，可以自己记录这样子。对，那你觉得就是外人可以帮忙记吗？比如说今天孩子状况不好，爸爸妈妈可以帮忙记，好同学也可以帮忙啊。就是写这些东西。对，大家都可以帮忙，互相就是你可以有，就是如果你很关心你的朋友，你可以帮你的朋友做这样子的
记录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建议，因为其实像我知道有一些蛮好的同学，他们会很关心他们的忧郁的朋友对这个状况，但可是又不太知道从何关心起。对，而且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学生都比较灵活，就是真的比较聪明一点，所以呢，他们也很愿意，然后会找资源等等的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可能我遇到说啊，你好像有状况，然后我就赶快去跟老师说。现在学生是很会运用资源的，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笔记这种东西是很好的一个陪伴方式，对，陪伴方式，即使他朋友都不讲话，但是你帮他做一些记录，其实这些你就都可以知道，然后甚至到最后他真的有比较进步的时候，你可以给他看说，你看你有进步多少，那这样子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我居然也可以有被值得关注，然后会值得这样子的帮助，这样。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其实是在推行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做这个所谓的情绪笔记。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忧郁的本身，忧郁症患者本身，你不太知道说怎么样去整理自己的思绪的时候，你每次要去找辅导老师那边问你今天状况怎么样？每天都问一样的问题。对对对，你可能也会觉得会有一些烦。对，然后而且有的时候你也会自己没有办法去整理这个就是情绪的状态。因为突然很难过很沮丧，可能连想都不能想。但是如果说在就是说今天结束之后，你可以把自己的今天的状况做个记录一下，自己的情绪当中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对，那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后续的回顾。那其实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说，那其实我们关心人家也不是一定要陪在人家旁边，没错，那也是一种负担哦。对，是负担。对，但是帮忙他记录一些东西。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心情是比较好的，哪些情况下是不好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有进步，透过文字的书写，那再给忧郁的朋友看，其实某个程度上也会是一个鼓励。没错，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方法。没错。那其实像如果你说你想要知道说，那情绪笔记，我们其实有提供一个简单的情绪笔记的模板。能够在我们的荧幕上面，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你透过这个 QR code 当中就开始学习记录这件事情了。因为像我，因为我的专长是做学习历程档案，很多人都把学习历程都当作是升学工具。我觉得情绪的笔记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学习历程一样。对，就是透过记录当中去看到自己的成长跟进步。对，而且你还可以帮别人记录。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很棒的一个方法。如果说你今天是爸爸妈妈，你觉得你的孩子有状况你不要急着去解决，问他还是干嘛？对，你不要急着去解决，因为这种事情怎么急他也急不来。对，他今天哭，你就让他哭。他今天很没有办法去学校这件事情，对，那你不要急着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可以让他去学校？去学校不会解决问题。去学校不会解决，去学校不代表问题结束了。某个程度上，去学校正在面对到新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可能来自于学校。所以今天我们要陪孩子这个过程里面，你如果爸爸妈妈你的问话技巧很好，对，你可以透过关心来问，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说如果你不会问，像刚刚我问的妈妈一样你一定是跟人家打架的之类的，就会一定先打架会流鼻血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就是像我们马上就掩盖住自己的。对，不想讲了，就会让孩子不想讲。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帮孩子做个记录，对，你把他的这些状况当中把它记录下来，用记录的方式这种情绪笔记、情绪历程的部分，把它记录下来之后，那今天孩子他今天有状况，你可以给他看，或者跟孩子有一些讨论的的内容、对话的空间，不然每次家人跟孩子不知道。两个人说要关心，然后也不知道关心什么，不知道讲什么，可是你们没有素材啊。但而且重点是那个笔记本如果拿出来，最后会发现，其实我们是有病识感的。有些人他是没有病识感，甚至是家长，你就觉得说你只是课业压力大，又不是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最后大家都没有病识感，然后这种事情就是会越拖越漫长这样子。但是如果说因为有一个笔记在，然后你们去互相回顾，那就会发现，是不是
应该去看个医生了，这样子。对，其实这蛮好，所以鼓励大家你如果有需要，怎么样开始做情绪笔记，我们右上角这个情绪笔记的模板，你可以直接扫描之后，你会得到一个 PDF 档或者是 Word 档，你就可以在当中做一点记录。看你想要手写的，或者是说你想用电脑打都没有关系。对，但是不需要到那种写笔记啦。对，就可能例如说啊，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让我觉得很忧郁，或者我今天遇到什么让我很快乐，这样就大概写一下，写下来。所以本人可以写。那如果说本人不会写，没关系，家人关心的人陪伴者可以帮他做记录，做记录。像最近有那个网友，然后他就是有问说，那家里有人遇到一些忧郁的状况，我应该怎么办？对，那我有跟他说，除了看医生之外，我觉得你也可以帮他做一些记录，做一些，让自己稳定住。那孩子在面对到忧郁，它可以是个过程，但是他不会，就是他只要是过程，这件事情过去了，后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甚至会超乎常人的发展。但是如果这段时间没过去，那也许会成为一个比较辛苦的历程。对，就比较难爬起来啦。比较难爬起来。没错。所以说鼓励大家，我们如果要陪伴我们周围的忧郁朋友，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帮忙记录情绪笔记应该是个蛮好的方法，因为很安静啊，不会打扰到对方这样子。对。那我也顺便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刚有说画上自己嘛，那其实这是很不对的事情，所以我也曾经问过我的吴医生，就问他说，那我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那因为其实医生也有自己的压力啊，他说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会疯狂拉小提琴。然后也很爱，就是他会说，如果你喜欢看到有那个血液一直在流动的话，他就会建议说你自己去看血芯片这样子。他就是大致上会这样，就是你会选择性的，你可以选择性你想要怎么做，然后让自己好好静下来，而不是去伤害自己这样子。对，就是只要不要伤害自己，都会是好的啦。对，没有错。对，那我觉得你身为陪伴者，在面对到不管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家人的时候，当他忧郁的时候，忧郁这件事情不要把忧郁放大，不要把他的受伤放大，因为没错，他刚刚有提到啊，就是因为他们需要关心啊，他们的这些动作当中，如果说今天我画一道伤口能够让你关心我，那我就会有第二道、第三道。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当中，面对到这种关心的这件事情上，你可以关心他正向的点，好，比如说今天他伤口来了，他今天秀给你看，对，就是淡淡的就好。但不是那么厉害啊，不是这样子啦，通常不会这么厉害，对，通常不会，通常我们看到就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就会很关心，可是突然很有专注感。对，这时候这就是你们要的嘛。对，就变成我们的舞台啦。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有一个辅导老师的经验，遇到这种状况，就是先淡淡的然后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但是不是不理他转移别的焦点。我觉得你昨天的时候发现你有比较开心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了？反正他需要关心嘛，只是我们把关心的点从伤口转换到他一些正向表现。当他的正向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被我们看见，我们专门夸正向表现。对，那至于说这些比较负面的，我们就稍微忽略，不要责骂都是情绪放大，对吧？责骂也是，然后关心也是，就是说遇到比较你不想让他出现的，你就少讲。那你就希望他能够比如说他有更好的一些习惯，比如你昨天有运动我觉得很棒的样子，是你为什么会去？针对这件事情多问他两句，也许这件事情他就会发现，其实我在这里会被家人看到，对不对？所以说请大家重点放对地方，不要放错重点了，对，好吧？好，那写笔记这件事情是能够帮助你可以成为陪伴别人的一个蛮好的工具。然后工具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对 OK， 好，那如果还有什么样问题，大家就是有需要，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面当中留言，那我们也会尽力的回答。我在想说下礼拜的主题啊，我今天已经先想好，我想要下礼拜的主题是可以就是如何教
家人或朋友去陪伴忧郁症患者他们的冲动表现。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忧郁的人他有冲动表现的时候，就是例如说要做一些很不 OK 的事情的时候，那要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大家对下礼拜主题有兴趣，当忧郁的朋友他们有一些比较冲动表现的时候，对，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反应？对，那也可以听听看他们自己的当时冲动的这些心声。对，我们的就是也有真实故事啊，对 ，OK， 跟经验这样。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就到这边了。OK， 好，大家拜拜，拜拜。